公车上的恶作剧。阿健是一名大学男生，平日总是趾高气昂，目中无人。他喜欢在拥挤的通勤公车上寻找欺负的对象，只要看到那些低头看书、戴着耳机的同学，他便打定主意要捉弄一番。他的套路不外乎是用背包猛撞别人一下，或是趁对方不注意拍打头部，然后与一旁的狐朋狗友哈哈大笑。他深信这些温吞的书呆子不敢对他怎样，甚至有时还会对着他们小声嘟囔的抱怨感到得意。这天，阿健照例搭上了晚高峰的公车，车厢内挤满了人。他环顾四周，很快就发现了一个目标，一位看起来瘦弱、戴着帽子的同学，正安静地站在角落。他嘴角扬起一丝不怀好意的笑，挤到那名同学身旁，假装不小心用背包撞了他一下。对方被撞得微微晃动，但依旧低着头，没有任何反应。无趣，阿健心想，但他并不打算就此罢休。当公车晃动时，阿健假装扶不稳，顺势用力拍了一下对方的头。这次他期待对方露出惊慌或气愤的表情，但结果却超出了他的预期。帽子随着他的拍打滑落，紧接着那名同学的头竟然掉了下来。那颗头咕噜噜地滚到地板上，露出一张苍白无血色的脸，双眼无神地直盯着阿健。啊啊啊啊！阿健惊恐地大叫，整个车厢瞬间静默下来。他的双腿发软，直接跪倒在地，浑身颤抖着，连声音都带着哭腔。怎么回事？这不可能！然而，当他抬头四处张望时，发现车厢内的所有乘客都低着头，无声无息，甚至没有一个人发出一丝声响。每个人的脸上都泛着一股不自然的苍白，仿佛被某种无形的力量禁锢着。此时，阿健突然感到肩膀一沉，像是被某人重重按住。他转过头，却看到刚刚那名失去头颅的同学，竟然完好无损地站在他身后。对方微微低下头，用空洞的眼神直视着他，缓缓开口，声音低沉且冰冷：“你以为可以一直这样下去吗？”阿健试图大声求救，但他的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，发不出任何声音。他想拔腿逃跑，却发现自己的身体已不受控制，双腿像灌了铅般沉重。突然间，车厢内的灯光熄灭，四周陷入一片黑暗。当灯光重新亮起时，阿健赫然发现自己正坐在教室的座位上，周围是熟悉的课桌椅和同学们。他喘着粗气，浑身冷汗，这才意识到刚刚的一切只是个梦。然而，他的手臂和背部却隐隐作痛，像是刚刚经历了一场真实的搏斗。他低头一看，发现自己的手臂上竟然出现了几道浅浅的淤痕，疼痛提醒着他，刚才的经历并非全然虚构。从那天起，阿健变得沉默寡言，再也不敢在公车上胡闹。他开始有意无意地躲避拥挤的车厢，甚至在校园里也变得谦卑许多。尽管没有人知道他到底经历了什么，但同学们注意到，他对人再也不敢轻易出手，更不会再拿别人的尊严开玩笑。有一天，他在校园角落看到一则告示：珍惜他人，勿以戏谑为乐。这句话让他不由得回想起那个恐怖的梦境。或许，那并不仅仅是一场梦，而是一个来自未知世界的警告。